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德宝动态设计。今天我想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顶点贴图，什么是顶点颜色。有可能很多不太熟悉这些基础操作或者说这些基础原理的这些新人去进行一些科普。这里有一个文件我等一下再会说这个文件。我们先新建一个东西，新建一个圆环体。好，默认它这里因为这个顶点颜色或者说顶点贴图，它都是跟你这个多边形的面数有关的你这个面数不够呢，它就是精度不够，所以你要精度高一点，你这个网格它就会比较多这个是顶点贴图或者说顶点颜色，它的局限性就是它对于网格的这些面数要求是比较高的。好，例如我们这里有个圆环体，对吧？好，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浮动栏这里点一下，这里横条这里我点一下它这个就会悬浮。好，我们首先来创建一个顶点贴图。这个时候呢，你没法对它进行一个绘制，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原始物体，就是说它这些是还可以随时调整的你只能是加域这个域里面有很多例如什么线性域这些球体域可以往上面加的，加一个什么着色域也可以，是吧？添加一个噪波，然后改一下大小，改一下对比度，然后对它们进行一个混合，是吧？例如这个球体可以用一个正片叠底，就是说你这个参数化的物体只能是用这些域你不能够手动去绘制。好，我们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转变为对象，我们把这个关掉。好，我们这个时候转变为可编辑的多边形了我们双击这个标签，我们把这个先删掉，我们再添加这个顶点贴图。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这里有一个绘制工具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往上面绘制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定义去画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形态，对吧？例如你可以画一些你喜欢的你感兴趣的，然后你需要的。好，例如现在我这样子绘制，然后呢，它这里有很多模式，对吧？它这里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平滑，对吧？你例如可以这里这些边缘你觉得不平滑的，可以去平滑一下。都可以，然后它这里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减去，对吧？你可以觉得这里太多了，可以减去这里就可以减去，这里就是正常的绘制嘛，就跟你 Photoshop 里面的这个绘制是一样的道理多了就减硬了就把它弄得平滑一点过度平滑。好，例如现在这样，对吧？就是可以，就是说你参数化的对象它是不可以这样子去绘制的，然后你这个转变为可编辑，它就可以这样子绘制。就有同学就可能说，老师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它们两个结合一下它其实是可以的。好，例如我们现在已经绘制好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刚才的。对吧？我们这里不是刚才用了这个球形域跟这个随机着色吗？是吧？好，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刚才自己绘制的往他们这里放过来，这个时候它不就过来了吗？是不是？好，我们再用它刚才那个球体域，是不是？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到了你这个自己需要的这个跟你这个球体域或者是随机域进行一个混合，对吧？我们也可以正面叠底。好，这个就是顶点贴图的一个基础原理操作就是这个是很多同学可能不大清楚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他们的这个知识架构还停留在这个2023以前，还有很多同学用21、23、25这些的他们是没办法做到这些的
所以他们的知识还比较的陈旧啊，没有跟上现在的这个知识更新迭代啊。我这里就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怎么样在新版本里面去实现这些东西。好，这个就是顶点贴图。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顶点颜色，一样的啊，这个选择这个物体顶点颜色啊，这个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你这个也可以往上面去加啊，然后你这里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给它一个颜色，是吧？这里是绿色，然后你这里再往它上面给一个，我这里绘制的，我这里是这种绘制的，它这里是没法着色了，它这里它这个是没有颜色，不行。好，我们这里给个着色域，它这里就可以颜色，例如可以给一个渐变，例如是一个蓝色，这里是一个橙色，对吧？它这有两个颜色，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普通啊，这个时候它们就是把这个颜色混合起来了。这个是干嘛用的？这个是用来你着色啊，就是漫反射啊这些渲染的颜色通道。好，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创建一个标准材质，方便我们观察。好，这个时候我们这里使用这个里面的顶点贴图，我们把这个颜色顶点颜色放上来。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绘制的这些颜色已经在这个物体上面了，对吧？就实时能看到我们这个调整的效果。这个就是顶点颜色。顶点贴图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一般是用来做这个材质混合啊，或者是做置换啊这些东西啊，这些效果。好，例如我们这个接着说啊，这个刚才说的置换，对吧？我们置换，我们把这个给到它，我们这里选择这个效果里面的这个顶点贴图，顶点贴图用我们刚才绘制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这里是不行了，这个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会发现它这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去除，我们直接用一个颜色，然后再用域里面我们把这个顶点贴图放过来，我们来观察一下啊，这个时候你好像还是不行，对吧？好，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使用一下这个主域，这个主域里面我们把这个顶点贴图放过来，然后我们在这个置换里面的这个域啊，我们把这个顶点贴图去掉，放主域进来，然后你发现它还是不行，是吧？好，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特殊方法了，我们使用这个实例，我们把这个原始的把它放在空白里面，把它隐藏，然后我们实例的对象是这个圆环体，好，这个时候它就能正确显示了。然后你发现没有，这个置换它这里也可以显示了，是不是？顶点贴图，然后这里有顶点颜色，这里的话是没办法，这个顶点颜色读取这个顶点贴图绘制的这个也是没法着色啊，这里没办法。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两个东西，一个是顶点贴图，一个是顶点颜色，它们之间的用法、用处，还有它们的一些小技巧。好，我们把这个关掉。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文件。好，这里的文件是一样的啊。好，我们把这个贴图先关掉，显示不要。一个立方体，然后有比较多的这种细分。我们关闭这个线框显示。我们这里是用了这个，在这里顶点贴图，我这里使用了一个线段，自己手动画啊，这随便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段放进来，把这个放进来，然后反转一下，然后把它冻结一下，就得到了这个区域的这个顶点信息。然后我们使用一下这个气球膨胀一下，
然后这里面用这个顶点贴图去使用它，限制一下它这里，让它这一块区域固定在原地不要动，然后其他的区域然后就鼓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操作。然后我们播放一下，注意因为它这个面数稍微多一点点，所以你那个结算的时候呢，它会相对可能会根据你这个电脑的性能它的速度它会有所区别例如我们现在这样子，它就开始鼓起来了，对吧？因为我们把这个气球是限制在这一部分的点是不动的，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是让它鼓起来。我们大概是到100帧左右，我就让它停止了。我这个时候停止。这个时候呢，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当时因为我这个是以前的文件，我只是临时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例如我们这里这个，我当时是把它吸掉了，其实不需要的我为什么吸掉？因为我是希望看到它这里，我方便我去绘制，对吧？我把这个关闭。我当时是吸掉了一个文件，然后我自己在这里上面去画这些颜色，对吧？我可以在上面去绘制这些颜色的，你可以用这个普通对吧？我这里显示了什么颜色，例如你这里吸取一个颜色，你需要的颜色，你往上面画，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模糊混合一下，对吧？这个你就花时间去操作一下嘛，对吧？这个不难的。就这样我当时是简单的这样子处理一下，因为我也比较少去这样子去用这些工具，我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很多同学他可能不大清楚这些工具的这些用法。好，我这里绘制完了，对吧？这个是跟前面的一样的，这个是它是一个固定不动的我这里拉动一下，它这里是静止的，对吧？好，我们把这个隐藏，然后我们来到我们这里这里面跟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把刚才绘制好的直接放过来，我们把这个删掉。这个是注意看，我这个是参数化对象我们把这个绘制的把它放过来。默认的情况下它是有颜色的，但是你会发现它就有一点点不对劲，对吧？这里有什么黑色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标签里面我们使用模式里面不要用临近，我们使用这个索引理解就是它点与点之间都是一对应，那么它就是会过来一模一样。这个最近临近它是根据我们这些它这个是后台的一些操作方法，我个人的理解我们使用这个索引就好了。这个时候它这个颜色信息就过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材质球给过来，我们一样的顶点颜色就是使用了这个。好，这个时候它就带有颜色，而且是你自己自定义的这些颜色，是吧？就不是说不可控，我这里是随时哪里要什么颜色我可以自己绘制例如你这里不满意，我这里可以重新再绘制自己才会绘制，这个就是可控性会比较强相对于说当然你可以把它展出 UV 去画但是这个是不需要去导出图片去什么 Photoshop 或者是其他软件去处理，直接就在这里面完成了，这个是看你的需要好，例如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做好了这样一个，是吧？我用 Opton 打开看一下我这个当时应该是就打了个天光好，对吧？这个是饱和度可以这里进行一个控制，这里就应该是对了1.5。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去顶点贴图的应用，然后顶点颜色它们之间是怎么使用，然后怎么去传递，对吧？然后就是顶点贴图对这个置换的小技巧，这里是德宝动态设计这里分享好玩有趣实用的 C4D 知识。好，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